我们在烘豆机开机之后，所有的 PID 都会进行 reset 的动作，数值上会恢复到我们烘豆机出厂的时候的数据。刚刚听到的 B 声呢，就是这一颗我们的抽风的压力显示。那我们在 Craft 12上面，只要它压力大于30，我们的自动点火器就会自动启动。所以刚刚那个 B 声就是自动点火器的电源自动开启。我们看到第一颗是我们的豆温的显示，那绿色树木质的部分是我们的安全警示的设定。我们现在设定是240度，那我们的豆温上面这个是实际显示的温度。如果它到达240度，我们的电脑系统会自动的把它切断瓦斯，关掉火源。那这个240度的温度减10度，也就是230的时候，我们的蜂鸣器会开始响，也帮你做一个安全提醒的动作。那下面这个绿色的数字呢，是我们可以自行设定的。我们按箭头的部分，有看到我们的位数在闪烁，我们可以自己去切换我们要的数值。那我们按箭头的上下，就是做数值的增减。那设定好之后呢，我们到最左边的 Set 按下去，这样就设定完成了。那如果我们误触了 Set， 它会进入到设定。那这个时候，其实我们就不用去管它，再连续的按 Set 就会切换回原本的画面。这一颗是我们抽风压力的显示。那我们现在设定在40，现在抽风压力是由电脑去控制。它会在我们设定的40的上下去做微调。那这个40绿色数字是我们可以去进行调整的，在你烘焙中可以就是作为风门代替的效果，抽风压力的大小的调整。那现在我们一样是用箭头，看到我们现在的位数在做闪烁，然后按箭头上下去做数值的调整。那我们设定好之后，按最左边的 Set， 有听到马达声，现在变大声了，它的抽风的压力正在增加，数值来到了45。我们再做一次，把数值调到55。它会自动调整抽风的力道。也就是传统上风门开大的效果。那万一我们途中不小心误触了 Set， 它会跳到设定画面。这个时候我们继续的按 Set， 一样可以切换回原本的画面。现在看到我们抽风红色数字部分，就是现在当下的抽风数值。那在 Craft 12上面，我们建议我们的抽风压力数值使用40到60。那我们安全机制方面呢，在 Craft 12上面，当它的抽风压力低于30的时候，代表可能排风管有受到阻塞，导致我们没有去调整的状况下，它压力自动的下降。下降到30的时候，我们系统就会自动的去切断瓦斯，关闭火源。在 Craft 50上面，这个我们的豆温显示的设定数值，230度的时候，蜂鸣器会开始响。那到我们的设定温度加20度，也就是250的时候，系统会自动切断瓦斯，关闭火源。那这个数值也是一样，我们可以去做设定，用箭头去切换数值。
上下箭头增减数值。设定好之后，按最左边的 Set。那一样，我们如果有误触的情况下，都可以切换回原本画面，继续按 Set 就可以了。那不小心调到数值也没有关系，我们把电源关掉。下次我们重新开机的时候，它会 reset 回到我们烘豆机出厂时的设置。在 Craft 50或是其他有加装定温装置的型号上面，这个排风温的设定温度，绿色数值我们所设定的温度，现在是240度，所以我们到达240度的时候，我们的瓦斯电磁阀它会自动跳到最小的火源，把我们的火排火力开到最小，压力大概是0.1到0.3左右，也就是维持最低的火力。这个时候，你上面的实际测量的排风温就会开始降低。那它降低到了我们240的时候呢，电磁阀又会再切换回你原本设置的火力。所以这样一上一下，会在240度左右去徘徊。那这样就可以达到我们定温的效果。那一样，这个240的数值也是您可以自己去做调整的。在 Craft 50上面，我们烘焙中建议的抽风的数值设定在60到80之间。那我们安全设置的部分，当今天抽风压力显示低于40的时候，我们系统会自动的去切断瓦斯，关闭火源，以免说你的抽风故障，或是说抽风管阻塞，导致你的抽压不自然的下降。这个时候为了你的安全，系统上会做这个切断瓦斯的动作。抽风数值上面可以看到，我们现在设定的是40。那如果我们有连接 Artisan 软体的时候呢，我们新增了一个抽风压力数值的选项。那现在已经显示40。现在我们把抽风压力调高到60。可以听到我们马达运转声有变大声，现在抽风的压力往上提升，等于是传统风门上你把风门开大的效果。看我们现在的数值到达60，曲线的部分你可以看到。这边有做曲线上升的追踪，